今天给大家唠唠孟曹操啊，这个武将牛逼了，江山如故突然包，平行世界 F 线的曹操。是呀，三国杀出武将也没必要就一定根据真实历史线啊，根据演绎线出。我搞一个另一条平行宇宙的曹操，那也挺有意思的啊。武将的设计空间也变大了，天马行空就随便整了。那这个操作呢，让我想到了漫威的动画剧集《What If》，超英题材是很喜欢搞这种平行宇宙的。不知道设计师啊是不是从超英题材来的灵感啊？那这个孟曹操呢，就是另外一个平行宇宙的大汉忠臣曹操，称号就很直白，5个大字：汉征西将军。对，曹操呢早年是一个饱含理想的人啊，他的理想正是官拜征西将军，在战场建功立业，匡扶汉室。这份初心呢，一直到讨伐董卓之前都没变。后来呢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，诸侯之间、世人之间的尔虞我诈，让曹操逐渐意识到，或许只有把权力牢牢攥在自己手上，才能开辟出太平盛世。屠龙者终成恶龙。早年曹操估计也没有想到啊，在未来自己才是复兴汉室的最大阻力。当然，历史不能重来啊。孟曹操的编号群404。就是在告诉我们，大汉忠臣曹操那就是幻想啊，就是假的。但是没有人规定我们不能幻想历史，这就是所谓的梦。我们来看孟曹操的技能，在了解技能之前呢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点点这个虚拟转发啊，点了之后不用真正转发出去，再取消就可以了。孟曹操4学2技能，一技能正略，主攻的回合结束时你摸一张牌，然后另一名没有列标记的角色获得列标记。括号若主公本回合未造成过伤害，则改为2名。然后你对有列标记的角色使用牌无距离和次数限制，且每回合限1次。当你对这些角色造成伤害后，你可以摸一张牌，并获得造成此伤害的牌。那这个技能啊有3段效果，大前提呢就是你在主攻的回合结束获得这个列标记。这个技能呢就是围绕着主攻展开的啊，主要就是为了强调孟曹操呢，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大汉忠臣，直接就给你们这些反贼发列标记啊，然后我曹操就追着你们就杀了。第一段效果你可以摸一张牌，就不管怎么样，我孟曹操呢一轮就1次闭月，还是很舒服的。然后另一个没有列标记的角色获得列标记，如果主攻比较废，没打出来伤害，那曹操呢就要多付出一点精力，发2个列标记。发了之后呢，曹操对这些被列角色啊用牌就随便用了啊，没距离限制，也没有次数限制，杀就随便杀。不过前面的这些效果都不是很关键啊，一般的能力吧。主要是这个最后一句，每回合限1次，你对这些角色造成伤害后，你可以摸一张牌，并获得造成此伤害的牌。这句话厉害了，反向奸雄啊！开个南蛮，打到伤害后，直接我摸一张，还可以把这张南蛮再拿回来，这是要回归奸雄的主线剧情吗？还好的限定每回合就限1次，不然的话你配合第2个效果，你出牌没限制，杀1摸2，对吧？你杀之后拿回来杀还能再杀，这就无敌了。不过就限1次，这也很强啊。这个技能也没有说不能给主攻发列标记，那当反贼就硬给主攻发，那也可以，看你怎么玩了，给自己也行。按描述来说，孟曹操应该是可以靠这个技能的2效果来无限喝酒的。其实就这一个技能啊，孟曹操就已经很扎实了。就这，他还有个觉醒技会列。准备阶段，若列的数量大于2，你减一点体力上限，获得平容和飞影。那飞影这个技能咱就不多说了，加一码嘛。不过这个孟曹操的加一码可比神曹操的要强很多呀。我孟曹操是真需要加一啊，我不是卖血将，我为啥不要啊？又不跟你神曹操一样需要卖大血，对吧？而且我曹操啊，打列标记的角色没有距离限制，我也不太需要减一码，加一码就很稳的。关键是另外一个技能平容。每轮限1次，每回合结束时，你可以移去1名角色的列，并执行一个额外的回合。该回合结束时，若你未造成伤害，你失去1点体力。那这个技能一看就不简单，打开时空之门是吧？又是开满法，每回合结束啊，意思就是你觉醒之后的曹操可以随便插入别人的回合。这是什么概念啊？就敌方可能本来几连动，就准备打开局势就结束游戏了，我曹操直接就冲过去插一脚，这个战略意义是很强的。对，就如果说我曹操没有什么回合内能力，那插一个回合对敌方的危害也不是很大。但是我大汉曹操他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回合内武将，有过牌有用牌，那你怎么办呀？有朋友说孟曹操啊有这个技能，他自己当主攻他就无敌了。你插入自己的回合，你自己本身还是主攻的话，那你结束回合就可以加列呀。
你开这个技能才用一个裂，这不无限回合了吗？无限回合不至于啊，因为你看它的前提条件，每轮限一次。不过这依然很强。你想想啊，你觉醒后每轮都能动2次，而且还是灵活的动2次，在最需要的时候插入回合，这很疯狂的。配合刘禅主攻，甚至能动3次。刘禅又不打伤害，就给你曹操发挥啊！你争略还能再多搞一个标记，正儿八经配合汉献帝流血也不错呀。我曹操也吃包养啊，用杀也是无限出，就这几个技能一用出去，谁还敢否定咱孟德不是大汉忠臣呢？我曹操不光是大汉忠臣，我还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大汉忠臣，你是靠得住我的，对吧？我不跟你们白话，不跟你们吹牛逼，我实打实的出去上阵杀敌，那这不是和你们嘻嘻哈哈的。OK， 这是孟曹操。